嗨，大家好，我是 Chris。那如果有还不认识我的人的话呢，那我目前是一个专门在拍摄健美，不管是纪录片、健身房形象片，或者是健美赛事照片、健身房训练照片，反正主要就是拍摄健美相关的一个摄影师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开自己的这个 YT 呢？是因为其实我一直有在想这件事情。那前2年因为在北部工作的关系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比较把时间花在工作上。那开 YT 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想而已，那没有去做。当初在北部的时候也没有像就是现在镜头上看到的我这个有一个像样的一个拍摄的可以自拍的这个工作环境这样子。那我现在搬回来南部之后呢，然后用了一个自己舒适的工作的空间，然后现在大概又是选手的休赛期嘛，就最近比较没有什么比赛，那就有比较多余的时间，那就想说要不要来经营自己一下自己的 YT 频道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会想要经营自己的 YT 频道呢？就是我想要分享，就是在这几年我在拍摄健美的时候的一些经验上，可能小小的分享这样子。然后不管是我使用的器材啊、机身、镜头，或者是麦克风等等的，或者是 anyway 任何的东西，我都可能都会分享这样子。那经营自己 YT 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想要多多练习去对着镜头讲话。对，因为我平常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基本上好像没有在说什么话，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超级大爱人，除非跟很熟的朋友出去啦，我才会讲很多话。那不熟的情况下，我基本上是不太会讲话的这样子。对，那主要是想要多多练习，我讲话的部分，比如什么吃螺丝啊，然后之后有任何跟客户沟通的时候，讲话的感觉可以越来越顺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的第一部影片讲话一定会超卡，所以这边还请大家多多见谅。今天我们就直接来分享我拍摄健美现在目前最常使用到的2颗镜头。那我现在要来分享，就是目前我拍摄照片，不管是拍摄健美，或者是我在拍摄其他商案的时候，最常使用到的拍摄照片的镜头，那就是这颗 Sony 的 51.2 GM。那这颗 Sony 51.2定焦镜头呢，是我在去年4月的时候买给自己生日礼物，算是我人生的第一颗 GM 镜这样子。那我是一个跟在台北一个算是很好的朋友的摄影师购买的了，他叫 Jax。那这边 shout out 一下 Jax， 就是如果比赛的选手如果想要拍体态澎湃的，找他就对了。那纪录片找我就可以了。对，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购入这颗镜头呢？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看到很多的摄影师，他们拍摄的不管是健身房照片，或者是帮选手的侧拍，那个画质为什么可以这么好，然后这么锐利，然后背景的虚化又是这么的好看。那后来去研究，然后或是说去询问，直接私讯询问对方，对方都说他们都是使用就是用定焦镜去拍摄的。他们摄影师有用 Sigma 定焦镜或者是 GM 的定焦镜。我看了很多国外的摄影师的照片，后来我还是觉得就是GM 的后面散景的效果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当然嘛，拿了一颗 GM 就是感觉自己比较有那种专业的感觉，毕竟那个红标就是在那边嘛。后来就是决定购入这一颗 Sony 的定焦镜这样子。那定焦镜它有什么优点呢？就是你在拍摄健身房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台湾的健身房，我觉得环境都比较偏昏暗，尤其是晚上的时候。那定焦镜它有优势嘛，那就是它光圈可以开到很大，可以开到1.8、1.2之类的。那我这颗Sony 的有到1.2，所以当我遇到比较昏暗的健身房环境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用这颗定焦镜去做拍摄。有人可能会想说，定焦镜在拍摄的时候会不会不方便？因为他们没有像变焦一样，就是你是可以拍摄广角或者到小望远端嘛。但我之所以会选择50这个焦段，是因为台湾的健身房环境其实也没有像国外那种很大间的，基本上都是中小型的。所以在50这个焦段的时候，我想要拍选手的，比如说全身的那种
照片的话，那我也50这个焦段我也不用退到很多。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不要试试看35这个焦段？那我自己也有玩过35的定焦镜，那我自己觉得50这个焦段就是可能是比较像是人眼在看东西的这个感觉，我自己觉得啦，所以我比较喜欢50这个焦段呈现出来的成像的感觉这样子。那这颗镜头目前使用下来1年的心得，我目前来说是蛮喜欢的。就是不管遇到在昏暗的健身房环境的话，当我把光圈开到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不用刻意的去拉高 ISO， 就不用怕可能照片会有噪点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是蛮推荐这颗的。那现在来介绍第二颗我最常使用的镜头，也就是现在画面中我在使用的这颗腾龙的2875二代。那2875这颗镜头呢，算是我人生的第2颗镜头，我人生第一个买2.8的变焦镜头，目前已经使用了大概3年的时间了吧。那这颗镜头呢，因为我看网络很多人在问说，如果你人生只能拥有1颗镜头的话，那你会想要拥有哪一颗镜头？大部分的人都是选2070这个焦段。那从他们家的焦段，这个是2875，那跟2070的话，我觉得差距可能是2070可能广角灯还会再广一点点的。但目前我这3年使用下来的心得是，2875这个焦段，在我在拍摄就是纪录片这个部分的话，已经是相当够用的。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热爱拍摄健美纪录片的一个摄影师嘛。那在这3年我在使用这颗2875拍摄健美纪录过程中，你不管是想要拍摄比较广角的画面呢，或者是比较可能贴近选手的一些表情，比较特写的画面，或者是选手在一些训练的一些比较半身的画面，那它这个焦段就是从28到75也是可以使用到，所以就是非常的方便，可以让你在纪录片的画面中比较会多层次。那因为它是变焦嘛，所以你也不用一直去更换镜头。那在拍摄纪录片工作上面，我个人会觉得说，你用变焦的话会比较方便很多。那纪录片它可能比较不像一般的商业拍摄，有规划好的镜头分镜啊什么的。纪录片就是实实在在的记录嘛，你必须记录当下所发生的事情。那有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跟你更换镜头，你要马上看到什么状况，马上去做拍摄。所以变焦镜的话，这个时候就很方便了，你可以应付当下所发生的情况，或者是你当下是突然想要拍广的画面，或者是突然想要拍比较远端的画面，你可以马上的去做切换。所以2875在拍摄纪录片工作上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那你为什么不选择2070 GM 二代这个镜头呢？对，一方面就是我没有钱。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觉得腾龙这颗2875在成像的呈现方面呢，我觉得没有来的2070那么差，然后它的价格又是2070 GM 二代的可能一半就可以购入到这颗镜头。那其实去年我在美国拍摄热狗网的奥赛杯赛记录的时候，我其实是使用2070 GM2 这个镜头。我觉得自己在成像画面来讲的话，跟2875二代其实没有差掉太多，唯一我觉得差别就是在对焦速度方面而已。那对焦速度对我来讲的话，我在拍摄健美这个东西的纪录片来讲的时候，我不需要多快的对焦速度，所以我觉得腾龙的对焦速度虽然慢了一点，可是对我来说是够用的。那2070 GM2 这个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发现它的画面会比较锐利一点。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不要那么锐利，所以我发现其实很多国外摄影师在拍摄健美纪录片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是使用 Sigma 的镜头，然后再来可能就是腾龙。那有些可能摄影师他真的比较希望画面锐利一点的话，那他就会去选择 GM 镜这样子。那我个人在呈现纪录片的画面上，我会选择这种2875，比较没有那么锐的感觉。那可能还会再搭上 Halo 焦镜。那有关于滤镜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做另外一集去做分享。所以以目前来讲，我有真的很需要用到2070 GM2吗？那我觉得是目前这颗2875的话，我觉得目前还够用。所以2875二代这颗腾龙镜头的话，目前我在拍摄纪录片工作上的话，
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我是非常喜欢的。那之后会不会考虑升级到剧院呢？我觉得可能不会。那腾龙如果这颗以后出3代的话，可能是我会比较优先考虑的选项这样子。OK， 那以上呢就是我目前在拍摄界面最常使用到的2颗镜头。OK， 那如果有朋友希望我再分享其他相关我拍摄经验的内容的话，不管是什么，欢迎在下方底下留言。那我这第一部 YT 影片就结束了，那会不会有下一支影片呢？我觉得可能先看这一支影片的观看数吧。开玩笑的，如果下面有人留言想要我再分享其他东西的话，那我会努力的生产出我 YT 的第2支影片。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拜。OK， 那这支影片最后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心得吧。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如果有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就会想要赶快去做，努力去达成的人这样子。那我拍摄健美嘛，那拍摄健美的我自己的梦想就是可以拍到健美最高殿堂的比赛，那也就是奥赛嘛。那就是这个任务其实也算达成了这样子。拍完之后，接下来想做的事情就是想要拍摄台湾的选手上奥赛，然后这个完整系列记录的这个创举，就是有点像是一帮摄影师在帮他做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是我在拍摄完奥赛之后我想做的事情。那在去年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是帮热狗王去做拍摄嘛，然后也是很荣幸。那我们也是一起完成了这个创举。那接下来完成这个创举之后呢，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拍摄自己的 YT， 因为我之前工作可能就是都帮别人记录嘛。那我现在拍摄自己 YT 比较像是在帮自己记录，因为我现在年纪其实也不小了，就是今年即将满31岁。那可能之后我老了，可能不拍了，退休了之后，那我就是还有这个可以帮自己记录的时刻，以后可以自己拿出来看啊什么的之类的。就是可能以后我老了之后，我可以再翻出来看，就是我自己帮自己拍摄的这些 YT 的影片，在这个年纪当下的一些分享跟感受，还有这时候当下的一些想法这样子。所以影片最后就是想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有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不要想了，尽可能的去做，然后去完成它这样子。有可能现阶段你没有办法马上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我开着自己 YT， 我之前可能没时间去做嘛，那我现在有时间了，那我就是把握现在时间，赶快去做这件事情。那希望大家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成就，这样子。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然后我们一起加油。